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motorists in Kuala Lumpur are joining the crawl every day instead of using public transport. If I was to, take on a public transport, it involves me, 5 minutes of walking, changing 2 lines of trains, and then finally getting on a bus and getting here. So that, on average, it could take me anywhere between an hour and a half to 2 hours. So I would just rather drive, although I know I'm contributing to the jam as well. 马来西亚开车很不方便，去到哪里呢都要开车30分钟。我们吉隆坡又塞车又不方便，都是交通部长 Anthony 的错。这样子讲好没？你好，我是英英。你有没有想过呢？为什么我们马来西亚人呢，尤其是吉隆坡人啊，好像无时无刻不管做什么事情呢，都是要开车的，而且呢，一开车就至少要半小时起跳。那政府呢就说啊，吉隆坡是国际城市了嘛，难道我们不能够像日本啊、韩国啊，甚至是新加坡这样子，下楼个几分钟就可以搞定我们的买菜啊、吃饭啊、喝咖啡了没？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子的？那根据调查呢，吉隆坡居民啊，光是花在开车的支出，每年一个人就要花掉3100令吉，花钱就算了，花了还要塞车哦。本来呢30分钟的车程呢，却要49到54分钟才可以抵达。我不知道为什么顺德要写到这么流浪的这个分钟数，为什么会这样子不方便呢？那有一派人呢可能会骂啊，都是那个 Anthony 的错啦，交通部长啊都没有做事情的啊，不会吧？有人敢这样讲嘞？而另一派人呢则会反驳说啊 ，KL 本来就是汽车城市，你看看美国还不是活得好好的，没问题啦。其实哦，认真来讲，问题可很大，因为呢，它其实呢，已经在不知不觉当中呢，威胁着我们的健康、经济、生产力以及你口袋里面的收入。哈，讲到钱，你是不是开始在乎了？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给马来西亚的首都圈 Greater KL 来把个脉。这一切呢，都是4个字啊，学新的词，城市蔓延。那里给。在影片正式开始之前呢，让我们自我介绍一下，我们是荧光笔工作室 Highlight， 是全马最热血的知识型频道。我们以科普的方式聊关于马来西亚的社会、民生、时事议题等等。我们除了有街访之外呢，也有访谈哦。那有这么多的内容，有兴趣的朋友，你们已经订阅我们了吗？还没的话，现在就按赞、订阅、加分享吧。我们每个礼拜3跟礼拜6呢，都会准时上影片，让我们一起好好认识马来西亚。OK， 回到正片。平时呢，大家都很爱骂吉隆坡的这个规划差啦，那你不要这样骂，因为呢，我们如果要骂的话呢，就是不要只是水水的骂，我们要骂也骂专业一点。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教大家呢这个专业的术语——城市蔓延 （Urban Sprawl）。我们大家来想象一下，一座呢这个正常的城市呢，本来应该是人口密度高，那很多人呢是集中在一起生活的。那走在路上呢，就会有很多人逛街啊、购物啊、吃饭啊等等，是密集又方便的地方。可是城市蔓延呢，又完全的相反啊。城市蔓延是指呢，这个城市呢开始用一种没有次序、密度很低、开车至上的方式呢，从市区扩散出去。大家就从人口多的这个市区呢，往城市的边缘去迁移，从市区的高楼呢就搬去城市外围的低密度住宅，比如说是 landed house 啦，结果呢就搞到大家每天都要开车通勤，不开也不行。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其实一切啊都是因为美国开始了这个 American Dream。 In America, freedom runs along freeways. And the freedom of mobility, well, that's always been at the heart of what we call the American dream. 话说呢，在1950年代开始呢，2战之后的美国呢，经济就开始稳定了嘛，大家呢也开始要追求完美的生活，人人都要炸歹菜，居然老总有远饭高。美国那边的狗本来就是饭高嘛。OK，anyway， 这就是美国的梦了啊。那因为呢收入变好了嘛，汽车就普及了，很多的美国人呢就开始呢可以负担这个私人轿车，所以呢他们也就开始搬到郊区那种很低密度的住宅，就像我们的大曼这样子啦。那如果城市边缘的土地不够了，那怎么办呢？没有关系，继续扩散到更远的这个郊区。反正呢我们现在人人有车了嘛，到处都是 highway 了嘛，所以呢结果啊，美国就用了30到50年，变成了现在这副模样。是不是似曾相识嘞？有没有跟马来西亚很像啊？其实不只是照片很像哦，因为我们马来西亚真的也有我们的马来西亚梦。部长刘振东就说得很直接啦，他就说呢，马来西亚还没有开始有钱，就先做美国梦了。Jadi bagaimana？因为呢，
呢，从80年代开始呢，我们的这个经济就开始变好嘛，政府呢又推广国产车哦，所以呢大家也就开始搬到去郊区啦。于是呢，吉隆坡就逐渐用一种很松散、很失控的方式呢扩散到郊区，城市是变大了，不过呢是那种很没效率的城市蔓延。吉隆坡真的有城市蔓延咩？你不要乱讲哦，口说无凭哦。来看证据。证据一：外围的郊区人口反超吉隆坡的直辖区。从1980年代到2020年啊，吉隆坡的这个外围地区的人口增长速度呢是比吉隆坡快非常多的。比如吉隆坡直辖区的人口增长速度呢只有大约的2%，可是呢郊区的人口增长呢却高达了4%到8%。连布达令和乌鲁兰岸的人口啊也开始反超吉隆坡。吉隆坡的人口呢更从1970年呢占整个大吉隆坡的一半，跌到了现在的1/4。证据二：城市扩张比人口增长快。首先呢，大家常常看到路上很塞车，你是不是以为呢是因为吉隆坡的人口密度很高呢？其实并不然。根据2015年啊世界银行的调查报告，吉隆坡的人口密度呢是东亚第3低。哪怕政府呢一直很 proud 的说，我们马来西亚的城市化程度呢是高达75%，全国有3%的人口呢都是住在城市。不过呢，实情是啊，我们的城市化更多是把外围的这个乡区转为城市用地，只是城市郊区化而已。那这个英文字我不会念，你们自己看。来看看这张图哦，红色是1990年的大吉隆坡建成区，2001年呢就扩散到绿色的区域，2014年呢就再扩散到蓝色的区域。虽然呢城市快速变大，不过呢人口却跟不上城市扩张的速度哦。证据3：住商过度分离。那去过日本啊、韩国啊、香港啊、台湾的朋友都知道啊，城市的生活是很方便的，不管是超市啊、药局啊、餐厅啊，其实只要走几步路就可以找得到。可是为什么我们大吉隆坡很难呢？我们就来看看这张图。那红色的呢就是商店，黄色的呢就是办公，那灰色的就是住宅。左边呢就是吉隆坡的规划方式，右边呢就是住商混合的其他国家。你觉得是住在左边比较方便呢，还是住在右边比较方便呢？那你看哦，左边这一种啊，不单只不方便，而且呢还会间接的鼓励你开车。其实呢，马来西亚大学啊早就做了很多的研究，例如呢就拿吉隆坡和槟城的市区做比较，结果就发现呢，吉隆坡的这个住商混合还比槟而吉隆坡的这个住商分离呢，也是城市蔓延的关键因素。我们就以 PJ 的这个班达乌塔玛的捷运站为例子哦，这些红点呢都是可以买到 grocery 的店或商场，可是呢都集中在1-2个地方而已，周围的大曼呢几乎是没有商店的。这就意味呢，你要给家里买家庭用品的时候呢，你可能也要开车开一大段距离呢才可以找到店铺。当然呢，有人也一定会说啊，哎呀，新加坡也是住商分离的，你怎么不讲？你搞针对啊？是的，新加坡呢也是住商分离。没有错，不是搞针对。不过呢，吉隆坡和新加坡最大的差距呢，其实是在细节。那我们就以新加坡的 Ang Mo Kio 为例子哦，米色的呢是住宅区，小小的粉红色、浅蓝色还有深蓝色呢都是不同的商店。你看到吗？这些商用地段啊，早就很巧妙又很均衡的分布在住宅区的各处，你只要走一点点的路都可以满足你的日常所需。证据4：青蛙跳发展。其实呢，健康的城市发展呢，应该是循序渐进的扩张，是先从红色的这个城市核心，慢慢的再扩张到紫色的区域。那紫色成熟了后，再扩张到蓝色的地区。但是呢，一旦失控了，就会出现青蛙跳 （leapfrog）。那这种散布在外面的这些零散的红点呢，就跟城市呢是没有相连的发展的，这就是青蛙跳啦。那大家是不是很常看到呢？离吉隆坡很远很远的郊区，什么都没有的地方，突然冒出了一个新的住宅区嘞，还自己取什么班达的名字啊，还是什么 city 这样子嘞？根据抽样调查，吉隆坡的发展计划当中呢，高达46%都是青蛙跳，而青蛙跳的 project 呢，通常人口密度都会比较低，这也导致大吉隆坡呢变得越来越松散。这里呢就可以满足到一些朋友的疑问，你们刚刚一定是有人在问的，像我们地方就是不够吗？全部人挤在城市里面怎样办？不能够去远一点点的地方吗？这个是必然的，不是不能，但是是要有规划性、有时程的扩散，不是青蛙跳。证据5：土地都给了车用。其实呢，对于很多岛屿的城市来讲呢，土地是非常的珍贵的资源，大家都尽量的把土地规划成了住宅、商业或绿地。可是我们马来西亚呢，却给车罢了。讲嘞，那你看啊，不是那些又宽又大的马路，就是巨无霸的停车场。而且你知道吗？开车所需要的空间呢，可能比你家还要大。根据统计，汽车平均所使用的道路以及停车位的面积啊，大约是850到2500 square feet。那你看，是不是比你家大？还是我们的观众全部都很有钱？
我们再来看看这张图表，我们从最左边开始，依序呢是走路、搭巴士还有骑脚踏车所需要的面积，根本是没有占到什么空间的。不过呢，最右边也就是最占地最丁得的就是汽车啦，是不是超高嘞？举个例子，假设呢今天你要出门去买一瓶酱油，可是呢走路又没有办法到哦，因为你要跨到另外一个 area 呢才可以买得到，那你就只好开车，对不对？可是你一开车出去呢，就会塞在路上，只是因为你想要买一瓶酱油，就是一个莫名其妙的想要吃点咸咸的味道，就让你增加了交通流量。你看这是不是负担呢 ？OK， 等你到了这个商业区，停车位又爆满了，于是呢，政府会怕你骂他嘛，于是他就想办法拓宽这一个马路，然后呢，发展商又怕你不买他的房子哦，那他就赶紧的把更多地呢用来盖这个car park，解决你泊车的问题。结果呢，建筑与建筑之间就会隔得越来越远，中间呢都是超大的马路，还有超大的停车场，无端端就增加了步行的距离，城市的蔓延也就更恶化了。那等你下一次出门的时候呢，你就好好的观察一下，你就会发现呢，走路好像变得更难了，而你又只好又开车出门，又陷入一个无止境的恶性循环。所以说啊，就是事出必有因啊。我们经常投诉这个投诉那个，其实我们并不知道呢，真正关键的这个原因是什么。这一集就是要解决大家的这一个疑问。第一，政府的发展策略很有效。话说呢，在1970年到1980年代呢，马来西亚的联邦政府的国策就是拉近贫富差距的新经济政策，所以呢，大量的政府资金呢就流入了马来乡村还有未开发的区域。同时呢，政府也推动了分散的工业发展，就避免的这些工业呢都聚集在比较进步的城市，比如说是吉隆坡啊，或者是槟城，反而呢是鼓励企业呢将投资转移到其他的地方。因此呢，就有很多人要么就是从乡下搬到政府新开发的新市镇，不然呢就是自己的乡村也开始城市化或者是郊区化。1980年代呢，政府就开始很努力的去吸引外资，那各国的企业呢就在城市的外围设立了工厂，比如说是吉隆坡的这个巴生港啦、沙阿拉呢，或者是槟城的巴扬巴如、古林等等的。那有工厂就要有员工嘛，那有员工就要有房子咯。因此呢，工业区旁边呢也会开始出现新市镇。后期呢，政府还狂盖Putrajaya啦、Cyberjaya啦，结果呢，马来西亚的城市蔓延的速度就根本是停不下来了。原因二，开车又便宜又方便。那其实呢，马来西亚的油价一直以来都是很便宜的，再加上呢，国民的收入慢慢的提升，政府呢又鼓励买车哦。为什么政府会鼓励买车？看回我们之前的影片，我们其实有提到，通勤呢既然变得更舒适，速度也更快，结果呢就是大家舍近求远和开车出门呢都会变成常态，搭公共交通的人呢反而都变成了异类。何况呢，我们的政府呢是如此的体谅人民哦，他们为了要缓解这个交通流量就不停的盖高速公路。在1990年之前呢，我们大吉隆坡只有2条高速公路，总长度呢才68.3公里，但是来到了2019年大吉隆坡总共有26条高速公路，总长度呢是暴增到754.4公里。虽然呢这样子可以让大家呢更快速的从郊区进入市区，不过呢也变相的鼓励大家呢搬得更远，加剧了城市的蔓延。原因三，郊区土地更便宜，政府也鼓励发展。那通常呢市区的土地呢都会比较贵，居住的空间呢也比较小，因此呢有很多的发展商呢更喜欢到郊区收购土地来盖房子，尤其是马来西亚的土地辽阔，供应是绵绵不绝啊，所以呢郊区的房子呢是又大又便宜。有很多中产的买家就发现呢，同样的一笔预算，在市区呢只能够买到一个小单位，可是呢在郊区我们可以住在 landed house， 会爽很多的嘞。那反正老子有车嘛，油价又便宜，那还不如住远一点点可能是很多人的这个 OS 哦。比如以前呢就很多人会搬到去扑冲或者是Setia Alam，那就是因为呢那边的房价比吉隆坡呢实惠很多，而且很多时候呢州政府也非常鼓励发展商去开发土地的哦。为什么呢？因为州政府的税收很有限，所以呢他们主要呢是来自这个土地税啦，还有门牌税，那些什么 income tax SST 都是交给联邦政府的，所以呢州政府只能够不断的开发土地来鼓励盖房子，借此增加这一些税收的收入。讲到税的部分呢，我们之前做了一集呢，完全给大家解释了这个马来西亚缴税后面到底税去了哪里，非常值得一看，记得去找来看哦。好了，那刚刚这样子的发展呢，日子久了之后，城市蔓延的后遗症是不是又开始反扑了呢？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呢，城市扩张的初期啊，确实呢是可以刺激这个国家的经济活动，该桥啊、该楼啊、该马路啊，一定是会推高这个 GDP 的数字的。不过这些的享受啊，都是短暂的，因为它会带来的其他的后遗症呢，可能是更值得我们关注的。后遗症一 ，Donut City， 那又是新的词，学起来。先说清楚啊，这个 donut 不是吃的啊，虽然 donut 很好吃啊，但是这里的 donut 指的就是呢，我们吉隆坡市中心空了一个洞。那这是因为呢，中心的人口减少或增长不足，就导致了那一些呢开发比较早的市区呢就开始衰退了。比如说像是1991年到2010年期间呢，马来西亚的人口呢都搬到了郊区嘛，那市中心的人口占比呢只维持在1/3，反而是外围的郊区呢从近乎零猛增到37.1%。所以呢，部长就说，虽然吉隆坡市中心呢拥有全国最佳的公共交通，也花了很多钱去提升各种设施，什么 River of Life 啦、LRT 啦、MRT 啦，但是呢，真正住在吉隆坡市区的人却非常的少，所以呢，这也间接的浪费了我们的公帑，还有呢空间的分配，将政府的钱呢花光光。后遗症二，花光政府的钱什么意思？那因为呢，有很多人都住在郊区嘛，所以政府也必须要为当地的公共建设还有这个维护去买单。比如说啊，马路啊、路灯啊、水供啊、电力啊、排污啊、防洪啊、网路啊、消防啊、医院啊、学校啊、警察局等等等等等等。如果你有10个外围城市，这些整 set 要乘10，有50个整 set 要乘以50个 ，OK？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看这张图哦。城市蔓延呢所衍生的这个成本的项目呢，不用念出来，你只是看不了啊就晕了。可能呢，很多人听到这里呢，就会开始生气，讲说，哦，政府提供这些是他的责任来的吗？啊，不应该的咩？哈，不然我们选他们做么 ？OK， 你这样讲没有错，不过成本就很高啊，就是这样，我只知道告诉你成本很高，这样子罢了。根据国外的研究啊，居住在又大又松散的城市郊区，政府提供的公共设施还有服务的支出呢，会是平常的2倍到10倍。加拿大的研究还算出来哦，市区每户的成本呢是1400加币，也就是大概4800令吉，但是呢，去到郊区的话呢，却是3400加币，也就是11700令吉。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哎，我们有 example。你看啊，新加坡的人口大约是500万，土地面积呢大概是700平方公里。大吉隆坡的人口呢是800万，可是土地的面积呢却是2800平方公里。那面积呢大4倍，可是呢人口却只有不到一半。因此呢，那些硬体设备啊，不管是网络啊、电力啊，或者是捷运啊，新加坡的设施呢都可以在更小的范围内服务更多的人，平均每个人分摊的成本也就变得更低了。那根据数据啊，城市蔓延给美国经济带来的成本负担已经超过了1万亿美元，也就是4.8万亿令吉啊！闷雷怕没？我们马来西亚也像美国这样有钱咩？别说了。其实呢，我们有一本城市研究的经典书籍呢，就提过不上不下的人口密度。他说的是呢，尴尬的人口密度就是对城市而言太低，对郊区而言又太高，这就显得不切实际了。因为政府在提供设施的时候呢，将会遇到供需的成本问题。如果很难 cover 成本，政府就只好降低素质。比如说路洞啊，不用紧啦，晚一点补啦；公厕啊，少一班就少一班啦；防洪啊，哎呀，可以不用做啦，最近应该是没有下雨啦，这样子哈。所以呢，到最后啊，城市蔓延反而吞噬了我们自己。后遗症3，破坏大自然又加剧污染。那来有图有真相，你觉得左边的这个100间 landed house 对大自然比较好还是右边这个100间公寓单位对大自然比较好其实城市蔓延的最大问题呢是城市无效率扩张啊！来看划重点，无效率扩张不是不能扩张，是无效率扩张到入侵森林或者是农地，结果呢就不止破坏了大自然的生态，还变相威胁了我们的粮食安全。而且呢，草地变成了柏油路的后果就是水灾会更频繁的发生了。讲到呢马来西亚为什么经常有水灾，我们也是有做过一支影片，大家可以去看。所以嘞高楼大厦呢也不一定是罪啊。我们以前讲说哇都是那些什么钢骨森林什么，其实还不是罪来的哦。大家就不要错怪他们了。后遗症4，生命及健康受到威胁。根据美国的杂志呢，其实城市蔓延跟肥胖还有高血压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哦。Why？ 因为呢，大家日常生活都在开车，几乎不用走路，所以呢，我们就会比起其他国家的人呢，少了更多活动身体的机会。你看看日本。
好，全部人瘦瘦小小字啊，除非呢你刻意花钱啊去 gym 啊去走这个 treadmill 啊，不然的话呢，其实我们的运动量真的是很少，而且呢，我们也因为经常开车又怕热啊，sorry 啊，我开车原因是我怕热啊，这也间接的提高了这个车祸的风险啊。至于增加废气排放的污染问题，我们就更加不用讲啦。你想一下，你上次长时间走在路上是什么时候？不是那一种啊，从 mall 走去嘎巴那一种啊，不是那种走去那个很大的嘎巴，很远很远要走路，不是那一种啊，是真的走路搭车去办事情的那种。好，讲了这么多，到底该怎么办好嘞？好，讲这里不是那个，不是要怎样哦？我们有没有办法的吗？政府规划好了，我的屋子不买咩这样子哦？其实呢，问题早就有答案了。专家呢就说啊，其实我们是可以给城市画上一个限制成长的边界，将权力和税收呢下放给地方，或者是建立一个呢跟城市蔓延相反的紧密城市 compact city， 就是把人跟资源呢都框在一个范围里面啊，让大家呢都可以在15分钟的这个步行的距离里面呢完成一日所需啊。这些呢，要再仔细聊的话呢，就有点太长了。我们下一次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你们有兴趣吗？会不会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太 heavy？ 觉得太 heavy 的留言讲太 heavy， 或有兴趣或者讲说有兴趣 ，OK？ 我们看反应，OK？ 我看我们的撰稿人真的是。他都蹦爬了多少资料，真的是给他一个抱抱好不好？你们要给他一个爱心。简而言之呢，政府呢不能够一味的要求大，因为我们要的呢是人的城市化，不是土地的城市化，这个概念要弄清楚。来，再讲一次，我们要的是人的城市化，不是土地的城市化。OK？ 那毕竟我们吉隆坡呢，不单单只是交通的问题而已。无论我们有多少的 MRT， 都只能够暂时解决通勤的需求，并没有解决到城市蔓延所带来的生活困境，还有一些种种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就不要再怪 Anthony 而已啦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发展所造成的。最后呢，我们就要引用新加坡规划之父刘泰阁说过的：城市必须功能齐全，让居民不用到处跑。城市必须先为居民服务，而不是优先考虑排场或壮观。不单只是我们马来西亚的政府要考虑这一点，我觉得应该也是有蛮多国家呢也可以参考这一句话的哈。或许呢，我们马来西亚人和政府呢都必须要学习这一种务实，尤其是最近呢，政府已经有点被打喊了，所以就要决定呢取消汽油津贴，感觉油价高可能会让我们看到一大波的归城潮。大家会不会又开始从这个郊区搬回市区住也说不定啊！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话，你觉得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都可以留言跟我们分享你的看法哦。好，今天这支影片喜不喜欢？喜欢记得留言，不喜欢不要告诉我，或者是你可以告诉我你们想要我们做什么主题啦哈。我们其实呢，我们的 YouTube 小编呢也是这一集的撰稿人呢，顺德他也会收集大家提出的一些比较有趣的题目，然后我们在会议的就是讨论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拿出来决定我们要做什么影片。所以大家反正就是有任何的想法就踊跃留言就对啦。那我们每个礼拜3跟礼拜6呢都会是上一支影片的。如果你在家里面呢用电视看的话呢，也不要忘记看完了电视之后呢，就用手机来留言互动或者是加入会员，每个月1杯奶茶的钱就可以让我们走更远啦。好，我是莹莹，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